Hello，我是 Harry。英伟达盘前说的支撑位193，昨天盘中最低价是193.99，几乎完全重合，恭喜守住的朋友。但是呢，这一波修复行情还要磨多久呢？特斯拉昨天开出了一根大阳线，是转势的信号还是短线反弹？可不可以放心的持股待涨呢？今天的视频呢，没有一句废话，纯技术拆解，直接给你答案。内容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大盘方向。结合小山峰突破结构和趋势工具信号，帮大家理清当前的关键位在哪。同时呢，会分析 QQQ 的买点和卖点的节奏。想要找到加仓位的朋友啊，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复盘不迷路。第二部分人气个股加上学员点票，今天聊到的是英伟达、特斯拉、美光、SOXL、ALAB 和 PLUG。美光呢，最近弱势震荡，已经回到了1000以内的价格，很多人开始质疑。超级存储周期的逻辑还在不在呢？看到最后你就知道了。没讲到的票，评论区留言，我会安排在后续的视频里进行拆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没来得及展开的粉丝票，在小群里会及时的回复大家，并给到点位参考，记得点击加群。好，直接开干。昨天呢，有一位大人物说美股即将要暴涨。结果纳指没有太给面子啊，昨天又是一根震荡的 K 线，虽然是一根小阳线啊，但目前整个盘面还是处在一个短期震荡的小结构当中。那未来走势值不值得我们期待呢？我们结合 K 线形态和趋势图来看一下。上一期呢，我们有讲过一个图形叫做小山峰突破观察法，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突破了趋势线之后回踩住了这个地方，踩住了就是入场点。那今天呢，我们再复习一下啊，因为还有新的朋友。那大家可以看到，大盘这个地方呢，形成了一个明显的山谷形状，把斜向下的高点连起来，就形成了一根压力线。如果某一天啊，价格突破了这条线之后回踩不破，那么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入场位。当然，如果这个位置被踩破了，就要考虑止损。所以呢，我们可以用这个突破观察法来看一下纳指啊，这个地方就形成了一个突破位，还是之前说到的26265的位置，这个位置呢没有变啊。那如果价格往下走，走到这个位置，大概是25727，就建议大家先观望或者是出一部分，等到确认之后呢，再做右侧的一个加仓啊。从整体的基调上来看呢，还是偏谨慎。虽然呢，我个人也很期待暴涨，但是我们做的是技术分析。目前呢，大背景还是在黄色带的区域当中。那熟悉 Harry 频道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就代表了弱下降的一个趋势。黄带呢，往往意味着压力位，比如在这个地方啊，连续出现了5根震荡的 K 线，都是踩在黄色带的内部，然后再选择方向向下，就验证了这个黄带起着一个压制的作用。现在呢，大盘又在黄带的位置走出了1、2、3、4根震荡的 K 线，那么 Harry 大胆的猜一下啊，大概率会出现第5根或者第6根震荡的 K 线，然后再做一个方向的选择。而我们短期要观察的就是 K 线能不能够突破刚刚所说的26265的位置，去呼应特朗普说的暴涨。如果这个位置是一根大阳线向上突破，或者是上去之后再回踩这根压力线，就形成了一个加仓点。但如果继续震荡或者是弱势的阴线往下走，那我们就要继续等一等了。好，那按照这个思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 QQQ 的走势呢，比纳指要强一些啊，毕竟它是前100只实力股的汇总，它的结构呢更加的稳健一些啊。虽然它也转成了黄色带，对吧？但这个黄色带呢，位置比较窄，说明它下行的动能比较有限。这个地方呢有一个缺口，并且进行了回补。我们来回顾一下缺口理论。缺口呢一般会分成几种类型啊，包括突破缺口、持续缺口、衰竭缺口和普通缺口。当缺口是在横盘当中出现，而且很快回补的话呢，意味着短期压力支撑出现了。所以这个缺口的位置呢是有压力的。虽然后面回补到了这个位置，马上又下跌了。那我们就可以结合这样的一些压力位来看一下 QQQ。发现呢，它的整体是在一个箱体内震荡啊，上方呢大概是737左右的位置，而下方大概是705，价格呢基本是在中部震荡。那箱体理论呢告诉我们，要么就是突破上沿的位置啊，确定转强，在突破的位置呢选择加仓；要么就是回落到下沿的位置，出现了支撑，那这个支撑的位置也是一个加仓点。这是2个比较大概率的加仓位啊。
而且呢，这些地方下影线比较密集，再一次的验证了下方的这个地方支撑的概率会很大。当我们懂得去看这些 K 线背后的信号之后呢，你会发现你的交易的胜率就会大大提高。好，因为视频的时间有限如果你也想在短时间内有进步，可以添加我们领取我们的短线技术课程试听权限，我们会分享如何找到买点和卖点的快速办法，还可以获得我们趋势图的试用权限，来验证一下你手中的持股是不是符合这样的一个形态。那后面呢，我们也会继续用趋势图找方法，加上微观技术信号找买卖点的方式来拆解个股。首先我们要来验证的就是英伟达。英伟达呢，目前还是处在一个震荡筑底的形态当中，但是呢，始终没有突破黄带的下沿这个就是趋势图观察到的一个结果。那听过 Harry 之前视频的同学应该都知道我个人之前的结论就是下行空间不会太多大概率193有支撑，上方呢看到200就是黄带的下沿的位置，点位呢在小群里我也发了，这几根 K 线几次想要突破200这个位置都没成功。也就是说呢，200的这个位置压力非常的大。那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信号。上一期呢，我们有说过英伟达的 K 线和成交量在这个地方呢，形成了一个量平价跌的形态。但昨天呢，我们观察到量能有一个明显的收缩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呢，就会形成一个缩量价跌的一个形态。如果出现这种形态呢，就说明它的这个下跌动能有所放缓，离底部不远了。另外呢，我的下行空间不会太大的结论还有2个信号作为依据，一个就是趋势图上呢，下方的位置已经踩到了龙门线的地方，龙门线的这个位置本身就有支撑。第二个呢，前方出现了经典的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说明这个地方的底部概率非常高。但是呢，筑底不代表着马上就会反弹。目前呢，整个趋势带黄色的趋势带并没有完全的收缩，没有出现转多的迹象，所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耐心一点，等待这个量能的变化。比如说呢，出现了放量的阳 K， 或者是出现我们常说的几种筑底形态包括蓝 K 之后的转多形态，也包括了强势3日底分型、阳包阴单针探底，或者是跳空缺口这样的一些起涨信号。如果呢你平时呢看盘呢时间不够及时，也可以加入到 Harry 的2个小盘，因为呢我不是每天都发视频但是不发视频呢我会用文字的方式发盘前点读，这样呢你就不会错过这种热门个股的反弹机会，提高我们的交易胜率。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一个热门个股特斯拉。特斯拉呢上一波呢我们吃了大概10%的一波收益现在是不是又有一个短期买点来了呢？ Harry 认为概率挺高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技术面。昨天呢收了一根阳线，而且这根阳线的涨幅超过了6%，力度非常的强只是因为呢前一根阴线形态太长了，所以呢从2根 K 线结合来看，这个地方呢形成了一个晕线结构。晕线往往是用来观察多空力量的一种方式。那为什么 Harry 会觉得短期值得关注呢？我们来仔细的观察一下，这根黄带是不是明显的在收缩呢？如果收缩到极致，就会产生一个变盘的概率。那假如这个地方形成了紫色的多方带，再加上阳线本身比较强的形态，下方388附近支撑住，那这个地方就可以形成一个买点。所以呢，大家可以把388的这个位置当成一个重要的观察位，如果价格再一次的回踩并且稳住，就可以考虑动手了。上方呢依然是黄 K 形成的这个433的压力位，但一旦突破并且趋势转成紫色，那么就是一个继续看高的信号。当然短期呢可能还会再震一震，往这个支撑的地方靠一靠，再进行起跳这个概率会更高一些。具体的操作呢还是以技术点位为准但这个位置的抄底概率呢，说实话没有375之前的这个地方信号那么明确，因为呢当时这个地方有一个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所以呢我们必须要紧密的观察黄带的趋势。如果它形成了一个紫带的颜色， K 线的筑底形态也出现了，那我们就会认为这个地方加仓的概率很高。所以呢大家不妨联系我们安装一下趋势工具图，随时呢都能够观察到这个趋势的颜色的变化情况。那也包括其他的个股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信号出现。好，大家都可以尝试着来找一找。那这个呢就是特斯拉的一个观察。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美光因为海力士呢即将上市的消息美光近期呢确实有一些停滞，甚至是跌得比较明显那有一些市场声音呢就会担心海力士会分走它的市场份额，但是呢 Harry 个人认为存储这个赛道未来仍然非常值得关注即使海力士加入也不会改变这个大方向。关于这类基本面的投资笔记 Harry 在小群里也有发，想了解的朋友呢可以进群自己去看。昨天呢美光出现了蓝 K 信号，这个蓝 K 信号呢代表了机构低吸的一个迹象那 Harry 之前也讲过个人认为美光的理想的抄底区间在800到900之间那现在呢大概是900多能不能再往下探一探，让 Harry 也加个仓，这个不好说但是呢我在昨天盘前说支撑位看到950左右的位置，也就是这根 K 线的下影线达到的最低位，并且呢提示大家这2天要密集的观察一下 K 线形态。那昨天呢收盘之后形成了一个蓝 K， 这个算是一个底部相对底部的一个信号的出现，但现在能不能上车呢？如果今天出现一根突破的阳线，那么上车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偏谨慎或者是仓位不多， Harry 还是建议等到本周五海力士上市之后再做决定会更加的稳妥。而且呢我们看到盘前的形态出现了一根跳空低开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就要看能不能够守住950的这个位置了。那上方呢我们看到1098的这个地方，这个位置呢也是这根1号 K 线的上方。在 TD 序列当中1号 K 线和5号 K 线都作为支撑和阻力位的一个参考。那总而言之呢，最近的美光震动比较大保持耐心可能会更利于我们等到合适的机会。当然我在市场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些图比如说呢要做空存储，做空美光，对吧？我不知道有多少做空或者是做期权的朋友来做对冲那我们阳光财道内部呢也有期权的交流课最近的实盘收益确实能够达到单日20%以上。但是呢期权和正股不同它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说它有时间的损耗，那么它不适合新手重仓的操作。如果你有3到5年以上的交易经验，也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尝试添加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期权交流课去听一听和你的策略符不符合。但是呢新手一定要先学好技术课这个是一个温馨提示。好，接下来呢我们来拆解的是网友点名的几只股票，大家也可以对照看看有没有你的持仓，或者还有哪些知识值得我们去学习。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只网友点名的 ETF SOSL。 我相信呢关注这支票的朋友也不少因为它之前呢涨幅实在是太猛了，涨得多呢自然就会吸引眼球。但是在最近的几个交易日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一直处在非常弱势的向下的一个动态当中，而且单日的跌幅动不动就是10几、15以上所以呢做这支 ETF 的朋友一定要保持一个警惕。如果你是刚入场的小白， Harry 呢真心的不建议你碰这种3倍杠杆的 ETF， 除了波动大以外呢还会每天的产生一个损耗。但如果你是经验丰富的老手，用 SOSL 做短线的快进快出是没有问题的。那目前呢这支票是什么情况？我们先来看一下当前的走势大家第一眼看到的是什么样的信号呢？我呢会看到这个地方出现了变盘的信号，由紫带转成了黄带，这个呢就意味着前面这一波长长的上涨在这里宣告阶段性的扭转了，进入到了黄色的下降趋势。随着转势呢，它的股票的价格也在不断的往下降，目前呢已经走到了第3 K 那盘前的这根 K 线呢也显示了是4号 K 线。如果今天继续的在这个方向拉扯，那么这根4号 K 线也终将会形成，后续呢还会有一定的概率形成9转的下跌结构。当然现在才是第3根、第4根，还有一段的距离。但如果结合其他的形态来一起观察的话呢， Harry 认为可能这个9转信号不会最终形成。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一下量价关系，在这几天的下跌当中呢，形成一个量升价跌的形态。放量下跌呢，也就意味着抛压较重，空头占了优势。下方的支撑位最低点呢达到了170左右，但是好在昨天的这根 K 线对应的成交量有所缩小明显的收敛了不少，说明呢恐慌情绪可能正在释放当中。那如果今天继续的缩量，再配合这种钱袋子的信号，那么阶段性的筑底概率就会增加。但是呢在黄带之下一切都只能看一个反弹，
不能够轻易的判断反转啊，除非是回到了紫色带的空间。那上方呢，我们看到系统自动的给出了一个266的阻力位，但是呢，目前我们重点还是看下方的支撑位到底在哪个地方可以形成。好在呢，我们从周线来观察啊，发现它的子带发散的形态并没有发生改变，目前呢是一个涨多了回调的一个形态，还算是有点安慰啊。但是呢，现在这个位置呢，加仓显然是不太合适的。如果你想要反手买它的做空3倍也不合适，毕竟跌了这么久啊，买空也是有危险的。所以如果有持仓的朋友呢，我建议再观察1-2天啊，尤其是在170左右的位置，看一下 K 线形态怎么样再说。好，这个是 Harry 目前认为比较合适的策略了。好，这个是关于 XOXL。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只被网友点名的股票 ALAB。这支票呢，跟刚才的 XOXL 形成了很鲜明的对比啊，情况正好相反，因为它是处在一个积极向上的紫色的上涨通道当中。那昨天的盘前点读呢，我给到的一个支撑位大概是在392的位置，也就是这个子带中轨左右的地方，392。并且说了啊，今天如果阳线强势，也就是说昨天如果收出一根强势的阳线，就可以视为右侧买点。那我们看一下昨天这个交易日，这根 K 线长出来的是什么样子？大家注意看啊，这根阳线的高点并没有突破前一根阴线的最高点，而且呢，实体部分的高点基本是齐平的，说明呢，多方虽然在这里给了一点力，踩到了子带的上沿往上拉了一把。但是呢，整体的力度啊明显不足，谈不上一个强势反攻。那系统呢，昨天也给了一个观察位，大概是454的位置。如果今天能够突破这个点位，那么在这根阳线的基础上，继续看多的概率会更大一些。如果没有突破454的这个位置，那就不能够作为右侧重仓入场的一个买点。当然，如果你本身的仓位比较轻啊，想要试一下的，还认为可以。但是在这几根 K 线的位置啊，不建议重仓的加入。如果跌破了下方的支撑位，也就是子带的中轨392左右的位置，那就建议先不动，或者是出场观望都没问题。但整体啊，这只股票的走势是没有问题的。好，这个是关于 ALAB。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只小盘股 PLUG。说实话 ，Harry 平时关注的不多啊，但是这支票呢，正好可以作为一个对比案例来分析。从走势方面呢，它比我们刚刚说的那几只票要弱一些啊，毕竟它的总额只有40多万，对吧？走势呢会剧烈一些。它的黄色带呢下挫的斜率比较陡，也就是说下行的力度相当大，目前已经形成了一些震荡的格局啊，在这样的一些位置呢，形成了一个震荡的局势。它的多空博弈还是非常明显的，上下影线呢很长，这可能呢也是跟它本身是小盘股，资金容量有限有关。昨天呢 Harry 在盘前也说过，这只股票呢以仓位管理为主，目前呢暂时没有很明确的右侧的加仓位，操作上呢我们还是要等一等这个黄带下跌的趋势放缓之后，它的斜率走平之后，再来找这个买点会更加的稳妥。但好消息是呢，这只股票目前已经达到了龙门线的附近，并且呢在震荡当中，说明呢这个位置是有抵抗的。我们可以在日线级别呢画一下箱体啊，大概能看到呢上方的阻力在 2.8， 也就是昨天我们说的这个位置，而下方的支撑位呢，我们可以先看到 2.55， 再看到 2.45。 如果再往下的话呢，周线变盘的位置大概就是在 2.2。 整体来说呢，如果跌破了这个前带子 2.45 的方向呢， Harry 觉得啊，可以先出场观望一下，不要等到这个 2.2 的位置了。这种小票呢，总体来说就是要等风来，没有风的时候呢，价格很容易受到这个多空拉锯的极端影响，但是一旦基本面有突发的利好，它拉起来也是很快的。好，如果大家想要一些个股的基本面的消息呢，也可以在评论区打出来啊。那以上呢就是本期视频对大盘和个股的一个完整的拆解。最后补充一下啊，之前有股友呢建议，除了买点之外呢，也要多讲一讲卖点。那 Harry 呢本周也会安排一期专门拆解卖点的视频，到时候呢会结合具体的逃顶信号和防守位，给大家讲清楚卖点的逻辑。新来的朋友呢，不要忘了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我们每一期的更新视频了。好，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